这钱忘了还给你。米娜，你可不可以答应我，我们回到以前相处的时光，你无条件的支持我做我任何想做的事情？好啊，那你也答应我陪我一起回巴黎。可是我想在这边完成我的理想。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沈杏仁到底哪一点好？你告诉我，你去找沈杏仁设计柜位是什么意思？那你帮金狮百货训练员工又有什么意思？金狮百货是我到 PB 第一个设柜的点，秦董事长对我非常帮忙，我心有余力帮他训练员工，何乐不为？所以你不是因为沈杏仁才做这些事的？米娜，我拜托你好不好？你不要一直针对沈杏仁，我们两个之间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现在对我越来越容易不耐烦，你知道吗？以前的陈峰不会这样以前的陈峰躲到哪里去？你把他还给我好不好？以前的魏敏娜也不会这样。감사합니다. Well. You guys look so tired. 怎么样，才子家人？昨天你们 take one day off， 有没有一起约去喝拿铁，然后再一起去开摩铁啊？经理，我昨天在家画魏明亮的柜位设计图啦。哦，那一定是非常的 busy 啊。那你呢，臭小子？我陪他一起画哇哦，你设计他画图，他设计你画图啊，那你们两个一定是忙得不可开交了哦。杏仁姐，那你一定是没有时间准备我们行销企划组的 report 了哦。经理，你该不会是因为这次没有跟沈宪抽到同一组，你想看他出包吧？这样你也看得出来？对啊。臭小子，你有没有伦理啊？经理，我在你眼中是如此的厚颜无耻吗？经理，你真的不是一个无耻的人，但你无耻起来真的不是耶。哎，这道你也会？臭小子，我现在给你方便，你当随便；给你福利，你当福气了啊！小心我调你去楼下跟清洁阿姨同一组。佩玲姐，妈。喂，老于。哦，设计图有啊，我有带啊。现在啊？哦，好，我知道，我马上过去。经理，大师找我，我出去一下。去。哎呦，有人变成酸酸的，他吃醋了。我去巡楼。好，去巡楼是好事啦，不要一下想不开变寻短啦。怎么样？你觉得魏敏娜她会喜欢吗？于承峰这个品牌不在百货公司设柜，是我们两个老早就有的共识。你有没有想过，
他要你向他提案，会不会就像他当初要求 PB 的柜位道理是一样？像你之前说的，他这些任性的行为是在表达他爱你啊。所以你不会天真的以为魏敏娜满意你的设计作品，她就会放弃于承峰这个品牌的原则，进驻金饰版的地方。我很清楚于承峰这个品牌在市场上的定位，不过有没有可能是魏敏娜看到你为了实践理想这么坚持，所以感动了，愿意改变？你指的改变是指服装品牌在市场定位上面的改变呢，还是指魏敏娜个性的改变？我老实告诉你吧，搞不好到了最后，改变的只有你的设计图，而且不断被改变。这是我的工作啊，不管结果怎么样，我都应该要尽力。就算他要我改100遍，也没有关系。不如这样吧，我帮你把设计图拿给他看，顺便帮你沟通一下。谢谢你，老李。不过这件事情，我想要自己完成，我会再努力看看。于承峰，你死定了你！沈先生笑屁呀！于承峰，如果今天不爆你头，我看事情是不能解决的啦。哎，这么巧，有事吗？你是不是忘记我跟你说过什么了？我想你指的应该是沈信人的事吧？你要我离他远一点，这一点我没忘记。你跟魏敏娜之间感情已经出了问题，你不要把沈信人扯进来嘛。还有，不要借由工作之便靠近沈信人，听懂没有？我跟信人之间是在沟通。我可以当你跟沈信人之间的沟通桥梁，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告诉我，我可以直接告诉沈信人啊。金子杰，我告诉你，如果这是你维系跟沈信人之间感情的方法呢，那我只能够祝福你，不要太早的失去他。哎，把话说清楚。沈信人是一个单纯的女孩，但并不表示她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你来找我之前，有跟她沟通过吗？你自以为是的保护她，也许只是你一厢情愿的自私做法。本少爷再说一次，我跟沈信人怎样关你屁事啊？还有，请你以后离他远一点。那我也再说一次，你应该记得我在公开场合上面说过，沈信人是我非常重视的朋友，我并不会因为你几句话就断绝跟他来往。记住，爱他就请你尊重他。什么大师？我看他根本就是神棍吧？他利用沈信人对他一点点的崇拜，意图染指，都已经快双修了吧？我看沈信人也是，人家女朋友都已经杀过来，他还傻傻的贴过去。你讲嘛，老于到底哪里好？任谁都不能否认，他的确有强大双男魅力。啊？新人会被他吸引，我觉得很正常。你
你不会也打算双休吧？喂，我只是就事论事。他跟你说那番话，也许是他跟魏明娜感情走到瓶颈后的感触。两个人想要长久在一起，沟通很重要。我知道沟通很重要。我现在只要跟沈信人讲到老于的事情，他就关机耶。或许你该改变一下态度，让自己更成熟稳重点。成熟稳重有个屁用啊！那至少该体贴吧。女生很容易被贴心男人给打动的。好比说，他生气打你，你不痛也要装痛。如果真的很痛，你反而要装没事。就是他脚痛的时候，我也要跟他交换高跟鞋穿，对不对？可以的话最好。你少拿这种偶像剧的梗来唬我！你身为一个建设公司的小开，能不能提一点有建设性的建议啊？你不是会弹吉他吗？写首歌唱给他听啊。土炮！要不然找人揍自己，来个苦肉计也不错。烂梗！干脆找人绑架他，我再来一个英雄救美，不是更好吗？其实你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不会把妹，是你没办法给女生安全感。等一下，你这句话有问题哦。不是长得帅的都没有安全感，好不好？我不是说长相，我是说个性。怎样？你太幼稚了，你应该更成熟一点，不要什么事都问东问西。你跟谁吃饭？跟谁看电影？跟谁干嘛？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想干嘛？我告诉你。好，你知道该怎么做就好。这一通给你请，我先走了。手机费198。4750。哎，乐乐，你看，4750，我这个月多存了250块。你这数字也真够250的哎。哎，杏仁，你这样省钱存钱，省钱存钱，台北的房子一坪要几十万呢，250块连一袋水泥都买不到，好不好？啊，我们就是领死薪水啊，不然怎么办？只能存钱喽。以你这样的龟速存钱法哦，要买房子是不可能的啦，还不如找个有钱人嫁了还比较有可能。嫁给有钱人？我是要去哪里认识有钱人啊？嗨，秦子琪，你是不是真的要我报一次警才知道擅闯民宅是犯法的啊？报警！这里是顶楼加盖哦，违章建筑严重还是擅闯民宅严重？我告诉你，你先回房间上网查，查到了告诉我，没查到不准出来，听到没有？给我等着！上来干嘛？情侣必定朝圣的景观餐厅，你觉得怎么样？看起来好像很贵哎。我不是问你这个啦，我是说气氛，有没有一点心动的 feel？ 有那个 feel， 在这边看夜景好像很棒。那就这么决定了。决定。5星级温泉饭店，喜不喜欢？喜欢。那这个也决定了。又决定。OK， 就这么决定了。先吃一顿浪漫的烛光晚餐，先看夜景，然后再去泡温泉，最后住一晚总统套房 ，perfect。哎，秦子琪，你疯啦！这个约会行程超贵的，去一次这个月都不用吃饭啦。而且，我什么时候答应要跟你住一个晚上的总统套房？沈杏儿，你随时可以答应。不是啦，我是说，这个钱你不用担心，老于会出啦。老于？他也要去啊？
对啊，魏敏娜也会去啊。魏敏娜，这是老于跟魏敏娜的约会行程。这个约会行程是你帮老于还有魏敏娜设计的哦。对啊，这是本少爷精心安排规划的甜死人不偿命之破裂情侣回得去2天1夜顶级豪华的约会行程，怎么样？炫吧？炫啦！可是你干嘛这样啊？我还不是为了你。老于现在在跟魏敏娜冷战，战火波及到你这个无辜的路人甲。如果他们可以和好如初，魏敏娜就不会一天到晚闲着没事跑来找你麻烦啦。Anyway， 最好的结局就是老于带着他的名模回到巴黎，那些 PB 余承风品牌那些有的没的，你就当做是噩梦一场，梦醒了就算了吧。你很无聊哎、怎样？人家大师跟魏敏娜谈恋爱，关你什么事啊？自己在那边决定做主，那么开心，有没有问过他们2个人啊？而且贵位设计的事情，我明明那么努力，叫我当做梦一场，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怎么可能？我不要！不要就不要嘛，凶屁啊！不要就不要，你凶屁呀！你以为本少爷真的这么闲啊？你也不想想我是为了谁？莫名其妙嘛你！我怎么讲你才听得懂啊？究竟如此复杂的三角关系，秦子琪与沈姓人间爱与恨的纠葛，会不会因为大师的自觉、魏敏娜的让步而逐渐明朗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臭小子，这从哪学来的烂招啊？现在不流行做法盯小人了啦！你想要捍卫你的爱情，这没法度呢。经理，这是目前最新的祝福方式，有，我只是希望余承风跟魏敏娜能够早日和好，离开金狮百货嘛。哇，你这个人心地真的很好呢，喷笑哎！走了，去哪？跟经理出去走一走，我有话跟你说一说。经理，我还有营业报告还没写完哎。你就是跟我头一刚熟悉你了，你什么时候这么爱做报告啊？啊？走啦！哦。经理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啊。怎样？哎，你秦子琪又是个穷光蛋，这金狮百货又是个 F 咖，怎么样评到我们 A 咖的郑凯儿的？经理，我跟郑凯儿真的只是朋友。好啦，随便你啦。但是如果你有什么把妹的大绝招，赶快探出来让经理知道一下啊！把妹这种事情靠的是天分，不是修行啊，经理。连你也这样酸我？好啊，烦恼的时间咻一下就过去啊，搁要到年底咯。你这样不顾兄弟的情分，那经理也不用顾你的烤鸡和年终奖金了哦。赌这么硬？哪有硬，软趴趴的。我也不过是秉公处理，依法办理，铁面无私辨忠奸。那到时公堂之上要是挨板子，就别痛得哇哇叫了。好了，先教你一招啦。要打动女生的基本功的先决条件就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做浪漫。但这个浪漫要怎么弄呢？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假的不懂啊？人家不知道嘛。你不是会弹吉他吗？写首歌唱给他听呢。
会不会弹吉他？会，我大学的时候有玩过。找一把吉他去他家楼下自弹自唱。自弹自唱？哎，可是我吉他弹得很烂呢。朗诵世纪大情圣的情诗给他听。我保证乐乐对你的情感大要进，人品大加分。对呢，情歌，情诗，哎，我上次看到人家在玩这一道的时候，电视机还是黑白的呢。啊，old school， 你懂不懂啊？哦，你之前对乐乐这么凶哦，现在电影、简讯、吃饭那套对他来讲是没有用的啦。啊，这叫什么？知不知道？大绝招出来了！只要你敢，有气质，有内涵，铁打的硬汉就是你啦。只要你有勇气，有示爱的决心，就算是外星生物哦，都是会感动的痛哭流涕、泪如雨下啦。对嘛？哎，真的假的？你行不行啊？真的啊，不信你试试看。最后哦，带上一朵玫瑰花 ，rose perfect。我信你这烂梗。这些都是你画的。你有学过设计吗？没有。你没有学过设计，哪里来的勇气把这设计图交给我？因为公司不会拨经费给还没有签约的厂商，所以我只好自己画。不过如果执行长你不满意的话，没有关系，这个我都可以再拿回去重新构思，我都可以再修改。我从头到尾没有说这设计图不好啊。我只是觉得你很烦，你这样让我没有办法讨厌你。什么？没有，我是说你一个小女生，工作起来这么认真，我觉得很好啊。那不知道执行长你考虑的怎么样？是不是要跟我们公司签约进驻啦？我不能因为我个人对你的欣赏，我就改变于晨风这个品牌的风格，所以我决定不设柜了。我知道了。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跟我去巴黎。跟你去巴黎？我刚好缺一个特助。我希望你可以帮我打理玉成风这个品牌在巴黎、在纽约、在东京各地的旗舰店，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你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我会帮你支付外语课程的费用，还有 EMBA 的费用。起薪是3000欧元，试用期3个月，之后年薪是7万。但是你要跟我签约3年。现在欧元对台币是1:42。你考虑一下。1:42，所以年薪将近300万。3000欧元，沈信仁，你要发达了耶！光是
是试用期就有12万台币，等到正式聘用的话，你的年薪就有300万嘞！到时候不用说梦梦屋了，你豪宅都给他买下来啦！老天爷终于看到你的努力了，而且你还可以去巴黎、纽约、东京，不要说是当特助了，要我当宠物我都愿意。刘允乐，你也太开心了吧！如果我真的要离开小白屋，你都不会舍不得。当然会啦，不然这样好了，我当你的助理，哎，可以去巴黎工作，很开心哎。那金狮百货呢？我们做了4年呢，你真的可以说走就走哦。而且丰副总对你那么好。是这样说没错啦，但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员工啊，而且员工有更好的发展，当主管的应该也要感到开心才对啊。更何况公司员工来来去去的很正常啊，有什么好放不下的？可是金狮百货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我想要工作一辈子的地方。之前打破红酒离职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有多喜欢这里。先不讲这个啦，巴黎真的太远了，我有点放心不下我妈。哎呀，杏仁，你的薪水这么高，你到时候就让沈妈坐头等舱去找你就好啦。要不然你把沈妈也带到巴黎去，你陪魏明娜，我来照顾沈妈。你该不会是因为那个辣茶的秦子琪，所以犹豫不决吧？它只是其中之一的原因而已啦。你看他又懒惰又不会照顾自己，个性又幼稚，还很冲动。如果我不在旁边好好盯着他哦，他一定很快就会被开除了。这也不关你的事啊，他又不是你儿子，难道你要照顾他一辈子啊？你要照顾我一辈子，我才不要嘞！我也才不要嘞！哎，秦子琪，你又上来干嘛？哦，我是想说，我昨天不应该乱讲话了，所以就是来跟你道歉嘛。娃娃屋嘞？在房间啊。哎，我自己放就可以了。哎，琪琪，你要干嘛啦？谁说你在我房间了啦？等一下啦。有没有？梦梦屋马上变成绿意盎然、美化环境，马力瞬间多10匹耶！有没有感受到一股充满希望的新鲜空气？想的跟真的一样，有本事你就真的送一栋花园洋房给杏仁啊！这么喜欢，要不要等你走了我烧一栋给你啊？你现在是瞧不起我就对了，是不是？就是瞧不起你，连你这穷鬼都送得起的话，我早就住地堡了。更何况我们家杏仁已经快要晋升成为年薪100万一族，用不着你瞎操心。什么年薪100万啊？就是。啊！大绝招！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压抑，更无需欢喜。哦。乐乐，
哦，我的乐乐，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秦子琪，在这交汇史特龙他是怎么回事啊？要不要紧啊？像一堆破碎的水晶。我想他应该是突发性脑水不平衡什么之类的吧。哦，我的乐乐，让我们生活吧，让我们相爱吧。那些过分挑剔的人们的闲话，我们就当它一文不值，别去理它吧。在太阳下沉又升起，当短暂的光芒沉落，我们就必须在永恒的夜里安眠。哦，我的乐乐，给我1000个我，给我100个我，再给我另一个1000，第二个100，不断的给我1000吻、100吻、成千上万，直到我们再也数不清。哦，我的乐乐，这样那些坏心的人们、嫉妒的眼光就无法再加诸在我们身上。不知道我们到底吻了多少次？这样啊，你们几点啊？讲话在大声，看。史特龙他在发神经哦！跑到我们这边来，把我名字讲出来，丢脸死了啦！乐乐，你觉得他会不会是真的？三太子，我看史经理是真的喜欢你啊，不然怎么会用这么土的方式表达？如果你不给点回应的话哦，我看他很有可能自焚哦。好啊，我现在就下去给他一点回应。哎，乐乐。怎样啊？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报警。很会唱哈！乐乐，没想到你真的被我感动嘞！这招果然有效，这是送给你的。干嘛这样？你搞什么鬼啊？3更半夜跑我们这边鬼吼鬼叫，想吓死谁啊？不是嘛？我是想说，唱一些情歌，念些情诗，比较诗情画意啊，比较浪漫。哪里浪漫啊？这样被你一闹，我以后在这边怎么住下去啊？快滚啦！可是人家不滚是不是？你再不走，我明天就到公司告你性骚扰女同事。还是说你觉得我唱的太老套了？不然我可以唱一些新潮的啊。哦爱呀呀呀，哦爱的宝宝，哦爱呀呀，哦爱的宝宝，哦。嘟嘟嘟嘟嘟嘟，呜啊啊！哦，我的乐乐！我的乐乐！算你有良心，还记得我喜欢吃鲍鱼。社会的事情还能怎么样？就这样啊。吃的满嘴都是。擦一下喽。饭店的床还是比不上你家的床。我这几天都睡不好。
想回来就回来吧。一个国际名模，如果因为失眠而长了熊猫眼，那变成国际笑话。哦，对了，杏仁的设计图我已经看过了，虽然他缺乏专业的训练，但是我觉得整个概念都不错。等一下，我们前几天才因为这个事情吵架，你今天又约我来吃饭，结果你搞了半天，你约我出来是要我用他的设计图啊？我是希望你不要刁难她，因为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小女孩。小女孩，对，她是小女孩，我是熟女，她对你来说一定很特别吧？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只是把她当妹妹。妹妹，很好啊，我会好好帮你照顾你的妹妹。什么意思？没有什么意思，我就是开了条件，我打算带她去巴黎，让她当我的特助。你不会是认真的吧？我是认真的啊，因为我在她身上看到的可塑性，就像我当年看到你的才华一样，我打算好好的栽培她，把她训练成优秀的经理人。你应该很清楚我有没有这个能耐。我很清楚的是，你想借由沈杏仁逼我跟你回巴黎。对，你说的都对。明娜，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任性？沈杏仁不是你的妻子，我也不是。我想我们两个先冷静一下，分开一阵子。冷静是什么意思？你说啊，你的冷静是什么意思？我们两个现在真的不适合。你想分手你就说出来。不要这个样子。玉成峰，你听清楚哦。如果有记者问起的话，你就说是我先抛弃你的。你听清楚没有？希望你可以帮我打理玉成风这个品牌，在巴黎、在纽约、在东京各地的旗舰店。你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我会帮你支付外语课程的费用，还有 EMBA 的费用。起薪是3000欧元，试用期3个月，之后年薪是7万。现在欧元对台币是1:42。3000欧元，沈杏仁，你要发达了耶！光是试用期就有12万台币，等到正式聘用的话，你的年薪就有300万嘞！到时候不用说梦梦屋了，你豪宅都给他买下来啦！不容碰撞，说声很有感觉，简单承认真实相处的感觉很难，一点点不安就挂在心上，不是爱不起，只是伤不起，只知道坚持脆弱浪漫，不知道谁不自量，怕难过想难忘，以为追求完美却又经不起心情不好？受伤，既然欢乐变成没有啊，只有不还。你心情不好可以跟我说啊。杏仁姐，Would you come here, please?
什么事啊，经理？陈信仁，你跟那个魏敏娜合作案，你搞得怎么样啦？你知道经理我刚才去开大会，老总他是怎么定我的吗？他说如果我们再拖下去啊，他这个案子就会交给招商部。你知道这听起来有多严重吗？经理，我刚好要告诉你，魏敏娜她说，她现在决定不设柜了。What? You mother father！ 怎么说好设柜又不设柜的呢？你怎么办事的你？哎呦，你怎么当组长的时候比当专员的时候还不如啊？枉费我经历一番苦心把你拉拔到这，你怎么越活越回去了？喂，刘宇乐，经理现在正在用爸爸妈妈的语言辱骂陈信仁我跟你讲，你干什么啊你？哎，那电话又没响，你赶紧被黑掉。谁给你黑给啊？不信你自己听。好啊，来啊。喂，好了，有话好好讲嘛。你，情人节，哎，经理我知道，这个容美女啊，都是非常非常的善变的，就有如魏敏娜一般像女神的美女。哦，Mamacita legísima，我是说哦。这个经理我一向都非常非常有耐心的，有话可以好好说嘛，不如我们就去美食街好好坐下来促膝长谈一下。经理我会听你娓娓道来，交代整个过程，你看怎么样啊？好啊，好。那这边请。法国。哎，干嘛？上班不上班，在偷懒哦。耍什么帅啊？你是不是要去法国了？你怎么知道法国的事啊？这个不重要，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啦。乐乐告诉你的。老于传简讯。哎，你怎么可以偷看我的手机啊？昨天乐乐说100万年薪是不是跟老于有关啊？不是啦。是魏敏娜。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先跟我讲啊？大声什么啊？我昨天原本有想要告诉你的啊。可是你也没讲啊，你也没说你要去法国啊。凶什么凶？我就是知道跟你讲你会像现在这样，我才不知道怎么开口啦。好，对不起，我不应该关心你，反正只要扯到大事的事情都是我的错，我跟你道歉可以了吧？哎，秦子琪，你可不可以成熟一点啊？为什么每一次一提到老于，你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你是对我没有信心，还是对你没信心？谁叫你每次碰到老于都变成花痴？好，我花痴，都是老于的错，都是我的错，你都没错，你这样开心了吧？会我还这么替你着想？你哪里替我想啊？我怕我不在，你就被开除嘛。那你就不要去啊！
是问你那怎样？他条件开得很好，是有多好啊？他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嘛。年薪300万啦，怎么给啊？不就300万，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不会真的相信他会给你吧？你不信就算了。哎，沈信仁是不是真的要去法国啊？不就300万嘛？你以为本少爷出不起啊？干嘛？连你都不信我啊？你是不给我面子是不是？你不要忘记你现在住我家哦。好啦，看你这么可怜，我传个简讯跟他讲了。哎，传简讯道歉是不是很没诚意啊？我花痴，都是老于的错，都是我的错，你都没错，你这样开心了吧？会我还这么替你着想？你哪里替我想啊？我怕我不在你就被开除嘛。那你就不要去啊！每天我和我的影子散步，
在朋友面前坚持不哭。曾经他们和我一样相信幸福，用一次痛苦换一次领悟，我就能走出。怎么在爱里为加幸福，少一点自由就变苦？太多了，你说我的关心是一种束缚。怎么在爱里为加幸福？太多的微笑也比不上一滴眼泪的苦，无心犯的错误。怎么在爱里为加幸福？少一点自由就变苦。太多了，你说我的关心是一种束缚。怎么在爱里为加幸福？太多的微笑也比不上一滴眼泪的苦，无心犯的错误。是谁犯的错误，你也不在乎。喜欢和爱之间的差距，像决心又沉溺。你在哪里学的歌？既怀疑又坚信着爱情。我看偶像剧学的啦。喜欢人潮满溢的空虚，也爱在噪音里更亲密。看泪水和笑容成正比。如果你去法国，没有人搭伙，肚子饿怎么办？而且你语言不通，你遇到困难怎么办？你谁也不认识万一你被人家欺负怎么办？我又还没有决定。那你留下来啊，不要去好不好？你为什么想要我留下来？只是因为没人煮饭给你吃，没人载你上班，没人帮你洗衣服，没人跟你吵架。那些都不是重点啦，重点是，喂。你有没有搞错啊？你什么时候不打，现在打，有没有这么急啊？我是魏敏娜，请问杏仁在吗？啊？执行长，你怎么会来啊？都几岁了，你还翘家？我今天可以住你家吗？啊？
不可以。可以，可以。那就麻烦你了。那就麻烦你喽。那就麻烦你喽。坐啊，执行长。你真的想要住在这里啊？对啊，不欢迎我。没有没有，我是怕你住不习惯。饭店应该比这里舒服吧？饭店是很舒服啊，可是很无聊啊。你这里很好啊，你看多有家的感觉。是吗？而且跟你在一起我比较安心。哦，我是说我们要培养工作默契，住在一起比较快。于神峰有来过这里吗？我告诉你，常来。他上次还坐在那边吃饭嘞。哎，秦子琪，你现在说的应该是你自己吧？哎，比上次还煮有毒的马铃薯给他吃，你忘了？有没有？我跟你讲啦，大师最厉害的不是设计衣服，是设计人，好不好？我看他最好的作品哦，就是他自己的啦。对，他每天给我装模作样假正经哦。可是他这件衣服超好看啊！为什么你还是不了解我对设计的坚持跟理念呢？你好坏！哎，谁叫你把大师放在后面让他爬爬照？哎，我问你，你们到底有没有计划什么时候回法国啊？我现在就想回法国。那就走啊！可是没有办法，他不跟我回去啊！我不知道到底留在这里干什么。我跟你讲啦，他一定是误染红尘，心生贪念啦。哎，秦子琪，你是不是喝醉了？不要乱讲话了。你不要难过，我跟沈杏仁啊，一定会帮助你们和好如初的。讲好了，还有你。秦子琪，不要再喝了啦！明天要上班呢，宿醉怎么办？你放心，这里交给我，我敬你。这里交给你，办公室交给谁呀？好啦好啦，
好了啦，你不要再喝了啦，你回家了啦。怎么了？等一下。哎，新人，你说我到底哪里不好？你哪里不好？你很好啊！亚洲有几个人可以走进欧洲时尚圈的伸展台啊？国际名模哎，长得又漂亮，还会企业管理，你超棒的啊！我哪里棒？他一点都不觉得我棒啊！米娜姐，你是不是喝醉啦？还是你要先进去休息睡一下？我想回家。啊？你不是说你今天要住在这里吗？我想回家啦。哦。我的宝宝呢？秦子琪拿进去了，我去帮你拿，我去帮你拿。米娜姐，我帮你拿了。不用，我自己来。怎么了？我好可怜啊！好了好了，你不要哭了，我帮你拿，我帮你拿好不好？不要哭了啦。我好可怜。好了，米娜姐不要哭了啦。小心哦。秦子琪，秦子琪，每天我和我的影子散步，在朋友面前坚持不哭。曾经他们和我一样相信幸福，用一次痛苦换一次领悟，我就能走出。怎么在爱里为加幸福，少一点自由就变苦？太多了你说我的关心是一种束缚。怎么在爱里为加幸福？太多的大概只有弹吉他跟睡觉的时候最正常。眼泪的哭，无心犯的错误。怎么在爱里为加幸福，少一点自由就变苦？太多了你说我的关心是一种束缚。怎么在爱里为加幸福？太多的微笑也比不上一滴眼泪的苦。无心犯的错误，是谁犯的错误，你也不在乎。
秦子琪，秦子琪，每天我和我的影子散步，在朋友面前坚持不哭。曾经他们和我一样相信幸福，用一次痛苦换一次领悟，我就能走出。怎么在爱里为加幸福，少一点自由就变苦？太多了，你说我的关心是一种束缚。怎么在爱里为加幸福？太多的大概只有弹吉他跟睡觉的时候最正常。无心犯的错误。怎么在爱里为加幸福，少一点自由就变苦？太多了，你说我的关心是一种束缚。怎么在爱里为加幸福？太多的微笑也比不上一滴眼泪的苦。无心犯的错误。是谁犯的错误，你也不在乎。什么？耶！你怎么会来？啊，就昨天信人打电话给我啊，我就想说过来给他看一下啦。嗯。哎，啊，你怎么睡在沙发？你们两个吵架哦？吵架没有关系，要记得和好呢。哦。什么？你吃早餐没有？要不要一起吃？我吃过了，你赶快吃。哦。子琪啊，我问你耶，信人要去法国的事情，你知道吗？我知道啊。你赞成哦？我不赞成啊。
可是如果他坚持的话，我还是会支持他啦。你都不怕以后会看不到他吗？我怕我的担心敌不过300万。什么？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啦，肠胃不好，老毛病。我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我们家杏仁了。子琪啊，以后沈妈妈如果怎么样我们家杏仁就要拜托你。沈妈，你放心啦，我一定会照顾沈杏仁的。你真的没事啊？哎呦，没事啦，没事，老毛病。哦，那你休息一下，我倒杯水给你。什么？这个皮怎么削不完啊？这个白白的不要再削了啦。哎，妈，黑黑的地方削就好了。哦，你什么时候来的？你又不跟我讲。早上就来了啦。我是怕说你要去法国了，我没有赶快来怕会看不到你啊。等一下，等一下。哎，怎样？你整天都在我家哦。对啊。你没回去？要不然嘞？你没有捣乱吧？什么捣乱？我帮你洗衣、拖地、擦桌子，现在还帮你挑菜，你知不知道这叫什么？什么？贤惠。哦，可以嫁了。杏仁，给你。你给我存着做什么？打开来看看。妈，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500万！嘘，小声一点，要低调。妈，你什么时候存了这么多钱啊？我就想说，你长得那么普通，个性又老实，现在年轻人结婚都嘛挑对象，咱来宅，无外宅，无我怕你嫁不出去啊，所以从你出生开始我就这样300、500，这样慢慢存，慢慢存，再加上你爸的保险金，才存这些钱啊。妈，你有这么多钱，为什么不帮自己换一个好一点的地方住？你是住在那个老房子里面，又那么省。对啊，沈妈，沈杏仁这么节省，就是想要早点帮你买房子。你现在自己有这些钱，你干嘛不自己先换啊？我有个床铺可以睡觉就好啦，那个都是身外之物啦。说好，说好。不行啦，这个是你辛苦存的，我怎么可以跟你拿？妈是要告诉你啦，你如果是为了要赚钱才要去法国，那你不用担心，钱妈有啦。如果你是为了你的前途、你的事业要去打拼，你放心，妈一定支持你啦。
法国我又没有一定要去。你存的这些钱，你自己留着。我收着干什么啦？这钱本来就是要给你的啊，早点给你哦，我比较安心呐。妈，你干嘛这样讲话啦？听起来很奇怪。不是啦，我是想说，我们家新人长大了啦，现在又有这么好的机会，妈听你觉得很光荣，很骄傲。子琪啊，杏仁之前是不是有要跟你的朋友买房子？你再去问一下你朋友，房子还有没有？哦。漂亮，真的好漂亮。你们这个房子什么时候盖好？是妈妈，我们这房子已经快盖好了，所以只要付头期款跟签完约，很快就能入住。这样很好嘞。杏仁啊，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里很漂亮，很棒啦。不过刚刚那个房间可以当你们的主卧房，旁边那个小间的可以当做婴儿房。如果生2个，也还够住。妈，Polo，你去帮我拿合约来好不好？好，没问题。等一下，不好意思，妈，干嘛那么冲动啦？去法国的事情都还没有决定，我到时候去了，房子要干嘛？妈就是想说，你要是去了法国，如果不回来呢？现在给你买了房子。家里有人等你你就一定会回来。你完了。怎样？我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陷进去了，而且不打算爬出来了。你现在恋爱、结婚、生子一次到位，这进度也太超过了吧？你有办法想象一间房子可以带给一家人幸福跟安定的感觉吗？重点真的不是房子的大小，而是你有多在乎房子里面的人。哇，你这成熟速度也太快了吧！杏仁呐，他突然你来要搞嘛动啦？要是直接签约了，很快就可以搬进去住了呢。那你不喜欢那个房子哦？不是啦，我没有不喜欢啦，房子很棒啦，就不能用你的钱嘛。为什么？你这么辛苦存的怎么可以拿你那个钱买房子？哦，你怎么那么龟毛啦？
反正房子买了，妈也可以住啊。哦，什么啊？我也觉得那个钱你应该自己留着。嗯，反正我跟沈信人再努力一阵子，就可以自己买房子啊。哎呦，反正哦，那个房子哦，早买晚买都是要买的啊。你们两个哦，早点结婚，啊，那个房子就当做是沈妈妈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哦。看什么看啊？谁说要跟你结婚啦？凶屁！喂，执行长。那你到底考虑的怎么样？我还在考虑。杏仁，机会是不等人的哦。你也知道我的个性，如果再这样拖下去，我哪天改变主意，你不要怪我。你能不能再给我几天的时间想一想？我真的没有办法那么快就做决定。我不要，我最讨厌做事情拖拖拉拉的。你要不然就现在签，要不然就算了。你现在就要给我个答复。沈信人，现在情况怎么样？怎么样啊？魏敏娜找你干嘛？她跟你说了什么？你怎么回答的？要不要我打一份报告给你啊？快讲啦！他要我马上决定跟他去法国的事啊。那你怎么说？我希望他再多给我一点时间考虑一下嘛。考虑有什么好考虑的？你直接拒绝就好啦。喂。喂。你口气一定要这么差吗？好，你不要生气嘛。那敬请我们的沈组长赶快告诉我你们讨论的结果好不好？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纽约时装周快到了，他希望我跟他一起去纽约待一阵子，适应一下，也看看这个工作 O 不 OK。你不会已经答应了吧？反正我还有10天的年假啊，我可以请假跟他去嘛。请假？如果你真的跟他去纽约，你好意思不去巴黎吗？如果你真的这么想跳槽的话，那不用请假啊。你直接递辞呈就好啦。哎，秦子琪，你很奇怪，你现在凶什么啊？我要怎么安排我的未来，关你什么事啊？你是我的谁啊？管那么多。我是你男朋友哎，为什么不能管你啊？我什么时候答应要当你的女朋友啦？啊？喂，有插播，我妈打来，先讲不说了，拜拜。妈，你找我？你讲啊，你讲一句公道话。你为什么不说话？啊？连你都不觉得我是她男朋友？
这细节的部分哦，妈看不懂啦。可是看他开出来的条件，很不错呢。妈年轻的时候哦，要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哦，那该有多好。我的人生哦，可能因为这样就完全不一样哎。我可能会认识一个法国帅哥，哦，我就不用这样子哦，一辈子一直踩裁缝车，一直踩裁缝车，一直腌酱菜，一直腌酱菜。还是嫁给你老爸比较好啦，啊，不然哦，怎么能够生你这个这么孝顺又这么乖的女儿？妈，我现在要怎么办啊？你觉得我要不要去？你长大了啦，你自己的事情哦，你自己做决定就好了。我就是没办法决定，所以才问你啊。啊，你自己的人生本来就你自己决定啊。怎么样？有心动吗？是有啦，可是就还是很犹豫啊。你是在犹豫什么啦？我要放弃现在的生活跟工作，然后到一个语言不通的陌生环境，全部从头开始。我怕我没有办法。你有办法啦，就看你有没有决心。决心我有啊，可是你哦，一直讲不要，一直讲不要，讲了半天哦，还不是为了那个秦子琪？哪是啊？谁为了他？你哇塞，我会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好啊，你那么厉害，那你跟我说我现在在想什么啊？你在想哦，你要是到了法国哦，秦子琪一个人在台湾怎么办？哦，他会不会没有人看着？四柜拍拍照。安啦，妈给你顾条条啦，不会让他劈腿啦。你要是不放心哦，归去啦，去户政事务所办的啦，把婚结一结，真紧哦，15分钟就办好了哦。妈很开明啦，先结婚请客再说啦。嘿妈，你想得很高兴哎，你会不会想得太远啦？我跟秦子琪又没有怎么样。什么叫做又没有怎么样？你是要怎么样才叫做有怎么样？就什么啦？好啦，他从头到尾根本就没有说过他喜欢我，而且他现在跟那个石经理越来越好，讲话越来越不正经。我现在都不知道他讲的哪一句是真的，哪一句是假的。丽哦，妈不是跟你讲过，你要是喜欢人家哦，要稍微主动一点啊。可是我是女生哎。女生又怎么样啦？你动作不快一点哦，人家就跑掉了啦。现在你懂了吧？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为了把妹的事情伤脑筋呢。说真的，我还没碰过这种情况哎。你是当局者迷吧？就我看来，一切的事情再简单不过了。哪里简单啊？非常明显的就是你们两个都很在意对方，只是两个人脸皮都一样薄，没人愿意先开口承认。
我都做这么明显了，我钥匙也给了，娃娃屋也送了，沈宪该不会还在状况外吧？不是沈宪状况外，是你不懂女人的心。我不懂，我不懂，那谁懂？不好意思，在下略懂。好，沈宪有点在意你，怎么说？这还用说？那个执行长开出这么优厚条件，换作是其他人，早就收拾行李上飞机了。真假的？所以他犹豫不决，代表他非常在意你。但是你一直没给他安全感。安全感，而且还有最重要的关键字。有啊，我说了啊，那你就不要去嘛，7个字够关键了吧？那你有说最重要的4个字吗？哪4个字？我喜欢你。一定要说这么白？当然啦，对女人而言，男人的承诺比什么都重要。还是说你什么都做了，但是却不敢给承诺？我有什么不敢的啊？那就好了，继续玩。哇塞，纽约时装周哎，信人魏敏娜对你好好哦。哎，去纽约的时候记得寄明信片给我，还有我要那个苏活区艺术家的小礼物。哎呦，我又不是去玩的，而且我还没决定。哎，纽约大苹果哎，洋基队，你还可以去看王建民哎。王建民早就不在那一队了啦。是哦，那他现在在哪一队啊？好像是湖人队啊。他跟小飞侠同队。两位，哎，这么巧啊，你们2位也是要吃中饭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跟2位 Office Lady 坐在一起呢？不可以。谢谢。哎，我吃饱了，我先走了哈。我也差不多，我跟你一起。哎，哎，ちょっと待ってね。干嘛啦？有话快说，有屁给我憋着。あなたはどうしたの？哎呦，经理，我是有一点公事想要找你们讨论啦。公事？什么公事啊？他就，那个，是这样的啊，那个，周年庆过去啦，但耶诞节来啦，经历我啊多年驰骋沙场，历经东征北伐、剿匪、抗战，在外部严苛竞争环境之下所得到的宝贵经验。这个档期呢，最主要的消费主力客群呢，就是像2位一样美丽大方的小资女孩儿。我们营业部能否在最后年底的这个关键考绩时刻，提出一张漂亮而又惊人的成绩单？经理我啊，说重点。没有啦，经理我是想要做一个市场调查，能不能麻烦2位帮我写一下问卷啊？什么问卷？还是说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干脆这样，经理问你们答，你看怎么样啊？好啊，什么问题？乐乐，像你这样美丽大方又卡哇伊的 OL， 你在圣诞节的时候会想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最 surprise 啊？那要看是谁送我的喽。如果像 Michael 那种原厂全配的帅哥，把自己打一个蝴蝶结送我，我就很开心喽。那如果是副厂减配的胎哥呢？如果是副厂减配的胎哥的话，名牌包、镶钻手机、大把钞票。喂 ，Michael， 你现在在哪里呀？经理，经理，经理，傻小朋友啦！你怎么不问我圣诞节想要什么礼物啊？你要圣诞礼物？看你是要家电还是洋房，经理初1、15烧给你啦，礼物嘞。我要请年假。
哎，这是我要请年假。年假是吧？那你有说最重要的4个字吗？哪4个字？我喜欢你。一定要说这么白？当然啦、对女人而言，男人的承诺比什么都重要。5438，吃顿大餐都不够。不用再给我啰里吧嗦的嘛，我说不准就是不准。经理，哎，你不要再来烦我了啦。为什么经理？我来公司4年全勤都没有请过年假哎。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周年庆加上耶诞节是整个百货业的战争，到时候精锐进出，暗器连连。经理，我不能没有你这员大将啊！我保证，我会在休假之前把所有工作进度都赶完，该跟厂商联络的事情我也都会联络好。听你这样说，就知道你一定刚退伍，而且他们都叫你水坤兄。有道是，国家有纲纪，军队有军纪，军纪是维系军队的命脉。在这危急存亡之秋，身为最高指挥官的我，又岂能纵放部署，临阵脱逃呢？那不然我请曼蒂代理我的职务，工作的事情我跟他交代清楚，他稍微帮我盯一下，就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啦。你找 Mandy， 那还不如叫经理我到楼下去给车撞死比较快。哎，我不要在后面帮他擦屁股，他做事不靠谱。不是经理，你听我说，我这次这个年假对我来讲，其实要经理我帮你这个小忙也不是不行啦，只不过，奈，你们家那个小乐乐帮经理稍微瞧一下啦。这道如果瞧过了，不要说是年假，经理我每天早上来帮你打卡我都干。哦，是真爱来的。但你真的不是他的菜啊！那乐乐到底喜欢怎么样的菜啦？这个gay白的文青，sexy 的猛男，还是英勇抗日的张自忠将军，勇士们，还是 sexy 的文青，gay白的猛男 ，Yeah，Who's the daddy now？ Yeah， 经理，你不要这样，我真的不知道，还不知道噻？那经理我也不知道你的年假要到哪儿去喽。经理，用年假来威胁员工替自己把马，只是公器私用、滥用职权的行为哦。对啊，你没有听俗语说过吗？一招拳在握，咱把令来行。经理，我现在好不容易爬到这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不好好享受享受，哀家要更待何时啊？经理这么说是很危险的，万一哪天我变成豪华旗舰款，小心你变成入门款哦。我好怕哦，慢慢等了你。臭小子，你还不出个声，我还忘记骂你嘞。上次就是你害我这边念情诗唱情歌，我差点被民众投诉到环保局。所以经理，你坚持要公器私用、滥用职权、藐视公司规定、罔顾员工权益，来满足自己的淫欲就对了哦。你咬我啊！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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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这是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好说好说。感谢经理对我们的言简意赅但情意深重的谆谆教诲啊！谢谢。用年假来威胁员工进行罚码，这是公器私用、滥用职权的行为哦。对啊，你没有听俗语说过吗？一招拳在握，3把令来行。经理，我现在好不容易爬到这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不好好享受，哀家要更待何时啊？你，沈县人风副总分几号？9527。经理，沈县人想请假。好啦，只好安尼尔。刚刚谢谢你帮我讲话。不用谢。你为什么要帮我啊？不是不想去吗？我叫你不要去，你就会留下来吗？反正我想通了啊，之后没人管我，我爱干嘛就干嘛，我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啊？你先回家啦。我太冷静，是我没有回头的原因。什么结果舍得让你留着不说？我听见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还呼吸你的气息，好像爱没有离去。默默无声等着你，我太冷静，是我没有眷恋的原因。也许能够闭上眼看着你走，我听见了一颗真心穿越伤痛，还跳动我的记忆，好像失去了力气，还是默默无声等着你。可惜我没有让步的理由，抱歉我没有尽力给你所有。原谅我还亏欠你太多宽容，一点念头都嫌太重。可惜我没有让步的理由，抱歉我没有尽力给你所有。原谅我还亏欠你一个冲动，死心塌地保留我的笑容。我太冷静，是我没有眷恋的原因。也许能够闭上眼看着你走，我
心穿越伤痛，还跳动我的记忆，好像失去了力气，还是我默无声等着你。可惜我没有让步的理由，抱歉我没有尽力给你所有，原谅我还亏欠你太多宽容，一点点痛都嫌太重。可惜我没有让步的理由，抱歉我没有尽力给你所有，原谅我还亏欠你一个冲动。秦日琪真的很奇怪，一下叫我走，一下叫我走，都不知道他哪句话才是真的。可以免费出国，你到底在龟毛什么东西啊？是我早就打包行李了。我不是龟毛啦，我是不知道秦子琪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直接去问他好啦。这种事怎么问啊？问他这个问题很奇怪。会吗？不然我去帮你问好了。不要啦，反正我已经答应魏明娜啦。现在她怎么想不重要。杏仁，你面对工作跟客户的时候，就像赶不走的苍蝇一样勇往直前。可是为什么面对感情的时候，你就软趴趴像个麻糬一样啊？你到底在犹豫什么东西？你还好意思讲我啊？我都没有说你了我？怎么了？你不是说史特龙是一只活生生的蟑螂吗？他是啊。那你为什么要用蟑螂送给你的化妆品啊？我是对人有意见，对化妆品我可没意见啊。哦，是哦。是啊。等一下就可以吃饭了，你坐一下。我们出去吃好不好？出去又要浪费钱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太多是不是？我请客嘛，反正都快发薪水了。可是我已经快煮好了，等一下就可以吃了啊。三太子，你自己煮完你自己吃。走。我等下去跟 Michael 吃饭啦。搞什么啊？我还以为你真的会带我去吃什么厉害的餐厅，结果坐在路边吃饭。快月底了，我只能请你吃这个啦。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遇到的那天啊？我那个时候知道我要当恐龙妹的助理，我真的觉得很衰我要当你这王子病重症患者保姆，我才衰啦。后来我还帮你代收包裹，被诈骗集团骗，搭伙还被胃喷，我真的觉得我衰到爆炸了。
秦子琪，你现在是怎样？招出来是招出来吵架的哦？不是啊。后来你就打破红酒了。我那个时候发现，你对事情真的很认真，又很负责。不然我不会跟你说，全公司只有你有资格当我的主管。后来去老家找你，我发现你很孝顺，又很贴心，好像跟我刚开始认识的你有点不太一样。你干嘛突然跟我讲这个？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觉得我好像也有一点不太一样。我想通了，如果你想去法国，你就去，不用担心我。摩托车我也会骑啦，衣服我也可以自己洗，煮意大利面应该没这么难吧？3万块我也不会饿死啊。你真的这么希望我去啊？对。这给你。不管你去哪，我都会等你回来。你放心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一定会等你回来。到时候换我做全世界最好吃的意大利面给你吃。我现在可以打开它吗？嗯。
中奖几率很低耶。就是中奖几率低才珍贵，好不好？好，如果中奖的话，我就分你一半。而且非常喜欢。少一点自由就变富，太多了你说我的关心是一种束缚。怎么在爱里为家幸福？再多的微笑也比不上一滴眼泪的苦。不心犯的错误，是谁犯的错误？
沈信人，你亏大了啦！这一颗大卖场也不过才卖几十块钱而已耶。你也知道，他就没什么钱啊。送不起999朵玫瑰，请不起浪漫晚餐，就一颗饭团，1坨花椰菜，1张夹彩券，加起来也不到100块哎！你就这样把自己给卖了，会不会太便宜亲子期啦？这又不是钱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义啊。他很有心哎。你完蛋了啦你！看你这个样子，肯定被那死小吃的死的。三太子，我告诉你，很多事情人算不如天算，到时候我出更大的大绝招哦，万一你接受不了，你就真的要去找三太子收金了啦。少在那边假鬼假怪，想吓唬谁啊？警告你哦，要是你敢让杏仁伤心难过掉一滴眼泪的话，我就戳爆你的眼睛，打断你的狗腿。这么狠！要是你敢始乱终弃，处处留情的话，我就……我们家单传哎，谁管你啊？你给我发誓！乐乐，不用这样啦。谁叫你傻傻爱他这个花货啊？我这做姐妹的，要是不让他发一点毒誓的话，他以后会骑到你头上来哎。好了，我发誓嘛，如果我辜负沈杏仁的话，我就穷酸一辈子翻不了身啦。这算什么啊？你现在穷到连鬼都怕了。哪有？长得一副卡奴样，穷一辈子也是刚刚好而已啊。好啦，如果我抛弃沈杏仁的话，恐龙妹都不会爱我，可以的吧？好啦，随便了，反正要是你敢欺负杏仁的话，你就死定了。上班啊？我们如果哪天休假的话，我们出去玩好不好？比方说温泉饭店之类的啊。不要啦。为什么？很贵哎，花不起，我也住不起。你就不能对我大方一点吗？你怎么不学学我的勤俭持家？沈杏仁，勤俭持家跟小气是两回事哎。大方跟装阔才是两回事啊。沈杏仁，我们辛苦工作就是为了要过更好的生活。如果你没有办法过更……傅丽早。早。你们聊，我先去打卡。对了，上次要你转交给董事长
长的随身碟，不知道董事长看过了没有？我不清楚哎，我去帮你打听好不好？你跟新人告白了？那就好，你以后要好好对待新人。你已经伤了一个女人的心，不可以再伤另外一个女人的心。嗯。你休年假是几天？你是跑去哪？哪里都没去啊。我在家睡了5天，哭了5天，一边疗情伤，一边放空充电。没有啦，我出国度假。哦。你放心。现在在你面前的是充满干劲的郑恺。好了，你来了那么久了，有没有什么见解跟建议啊？有，钱很难赚。哈哈，少爷，你现在才知道钱很难赚，谁的钱好赚？这个先不说，有没有建设性的建议？太多了啦！金狮百货目前最迫切需要更替的部分，就是那些所谓的高级主管。我看董事长信任那些干部，每个都阳奉阴违，官僚文化已经生根嘞。还有薪资结构也很奇怪，做得少拿得多，那些肯为公司付出努力的好员工，却无法得到一个合理的奖励制度。我看这只有人事部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积极的作为。如果可以的话，应该要……不好意思，我做的不够好，跟你说声对不起。我不是说你，可是我是人事部的，我没有恶意哦。好吧，我当你没有恶意。我说真的，你真的进步很多。你应该可以感觉得到董事长当初把你安排在基层员工的这样的用意吧？你要好好谢谢他哎。要谢我也是谢沈信人，我谢他干嘛？哦，说到你的同事啊，我先问你，招商部的郑凯儿休年假跟你有关系吗？郑凯儿休年假跟我没关系啊。那你跟他有什么关系吗？也没有关系啊。那你部门的沈姓人，你跟他有关系吗？眼角含春，你不打自招啊？有这么明显啊？我上次拿了一个随身碟给董事长，你帮我问他到底看过没有？这么简单的事，你可以自己问他，不要拿我当传声筒。我问过他啦，他说这叫越级报告。我讲一句，他叼10句，我才不要找他嘞。哎，那个随身碟的内容你知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还敢拿给董事长？你找死啊你！你就帮我问一下啦。又来这一套。好啦，谢峰不走。好啦，去上班。谢峰不走，会痛啦，去上班。副总再见。臭小子。董事长。董事长，这个是……你看看就知道了。好。
事长，这里面的资料如果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这阵子最忙的会是你们人事部，东西要保存好，里面的内容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是，我明白。你跟郑副理聊得怎么样啊？你刚刚自己要先走，不留下来，现在又要问，真的很奇怪。我不走，留在那边才奇怪吧？算了啦，不讲就算了，反正我也没有很想要知道。好啦，跟你讲啦。他问我说，我是不是跟你告白了？然后嘞？然后我说，对啊。然后嘞？然后我想他应该知道你是我女朋友了啦。然后嘞？然后我想他应该也是知道我是你男朋友了。然后嘞？然后我想你是不是应该要先把你的手机借给我一下？这是本少爷的经典款自拍照，不准删掉哦。拍得不错。我应该会考虑把这张照片留着，让他跟我一起去纽约。然后嘞？然后没事的话，我可能会拿出来看一下。然后嘞？然后看心情、看状况，说不定会打个电话给他哦。然后嘞？然后你就要付电话费啦。如果你真的有打这通电话，那这通电话算不算是一种想念？真的幼稚。海儿，最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于晨风的事情，我可是让营业部给甩了一个大耳光啊！
就连魏敏娜也对他们投怀送抱。最奇怪的是，我居然没有看你反击呀！难道是我领导无方，还是你能力有问题啊？副总，魏敏娜一开始是我先接洽的，可是她后来自己去找沈信人。所以说错不在你，难道是办公室的风水有问题？副总，前阵子我休假去欧洲的时候，和很多造型家电设计师面谈，也和很多特殊品牌已经接轨了。我会尽快做出成绩。还有，别急，我会给你戴罪立功的机会。晚上，我和富腾的小开有一个饭局，他想要认识你，你就陪我去啊！只要你搞定那个小开，让他答应我开出社会的条件，雨尘风的事情我就再也不提。这样够简单了吧？不好意思，副总，我好像感冒了。哦，是吗？那你就好好休息吧，我带齐芬去好了。也是该多多栽培新人，免得招商部老是被人说我的正副理可是一枝独秀。胡副总，胡总，董事长请您到会议室一趟，有事找你。董事长找我？好。方副总好。建中，光今年1年，你跟着总经理考察了日本、欧洲、美国跟澳洲，跑了这么多地方，有什么收获吗？报告董事长，我呢现在正在写详细的出国报告。我们接触了各国的创新的产品，当然，每一次招商部啊，这可说是无往不利。当然，我这一次积极的这个开拓金狮百货限量商品的范围，这段时间可说是大有斩获。是吗？应该说是个人的收入大有斩获吧。董事长，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这些是举报你挪用公款，跟收受厂商回扣的实证。你仔细想清楚，该怎么解释？不可能啊，董事长，这些全是恶意的重伤，没有的事情。我跟您那么久，难道你还不了解我？你找自己的亲戚当人头，公司这5年的活动经费，我估计你赚了不少吧。董事长，我之所以会这样执行，是因为我找亲戚办活动，可以替公司节省一些经费呀。你说的是事实吗？千真万确。那好，你上海购买的高价房地产，资金来源你能说明一下吗？董事长，
那是家人的投资，我只是挂名啊。胡副总，你身为京师百货的一级主管，你应该了解，做主管的最忌讳的就是部属在你的面前睁眼说瞎话。建中，这些年你跟着我为京师百货打拼，我一直把你当做自己人，诚心以待，你竟然做出这种事！说真的，我非常失望。董事长，我可以解释。好，你回去好好的考虑，是我公告开除你，还是顾及彼此的颜面，自动请辞。董事长，请总经理到我办公室。董事长，请容我提醒您，总经理这些年来都在银行界深耕，尤其是贷款方面的事情，所以我知道该怎么做，把他请来我办公室就好。是董事长。秦慕白，你要跟我撕破脸，就别怪我无情。同志们，本公司的领导核心产生了周期性的内部斗争。为了坚持本部门永续发展的政策和伟大的革命道路，为了维持企业的稳定性和不断向前发展，行事与严峻，于是显示出组织内部协调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目前，这次危机再次严肃地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能力。各位基层的劳动群众，尤其你们几个装忙的、放空的、爱乱放电的，一个个皮都给我绷紧一点！要是再被抓到把柄，害你经理拖下水，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是，领导。经理，凡事要往好处想。现在上面走了2个大头，如果要出人头地的话，现在是大好时机哦。没错，你经理我熬了这么久，这一道换我露脸了啦！要是经理这样的货车都爬得上去，那表示我们营业部大家都有机会啦。对耶，耶！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哎，要是我之后追进真空带不小心超车了，当上经理的主管，希望你不要太在意哦。哟，好一个全油门的赛车手，不错嘛，好好加油啊！看到我尾灯算你赢。万一你先下山了怎么办？哎，你有没有听过啊？那些有一个传闻说，胡副总跟总经理是跟厂商拿合同，现在他们一起留职停薪，该不会是真的？京师百货早就应该好好整顿了啦。我看这波人事动荡应该只是个开始，不会这么快就结束。而且在状况稳定之前，我看董事长应该会亲自带领公司啊。啊，那董事长不就很辛苦？怕什么啊？有我在。有你在能干嘛？自我感觉会太良好了。就算真的发生人事大海啸，到我们这种等级面前，应该只剩下泡泡了。沈县人真的不能小看自己，我们是京师百货的心血，京师百货需要汰旧换新，永续经营，公司未来真的靠我们的沈县人。你笑什么？没有啊，只是觉得你励志向上的样子还蛮可爱的。刚才那算不算赞美？
沈星人，你刚才赞美我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你好正，好漂亮，好有女人味哦。新人，你有没有看到最新的人事公告？哦，有啊，就是胡副总跟总经理那个事嘛。不是啦，你没有 update 到最新消息。郑凯儿升职招商部的经理，正代胡副总的职务哎。啊？恭喜你哦，郑经理。胡副总这几年老是对我毛手毛脚，逼我出席饭局，和客户做不必要的应酬。外人看我光鲜亮丽，可是却没有人知道，其实我一直都在忍耐。你的噩梦结束了，所以你可以不用再忍了吧？而且经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很棒，我也常告诉自己一定要跟你多学习。我才要跟你多多学习。跟我学习，我应该没有什么值得你学习的地方啦，除了省钱很厉害之外。不是很厉害，是非常厉害，已经到了小气的地步了。信人，有件事情我一定要亲口告诉你，我跟芷琪之间现在只是单纯的朋友。我之前说过的话，希望你不要介意。如果让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我真的觉得很抱歉。不会啦，没事，没事啦。还有，我希望我们可以做朋友，就像你和乐乐一样。因为我一直独来独往，也一直提醒自己，在职场上没有朋友，只有竞争的对手。可是看到你跟乐乐感情那么好，也改变我对同事的想法。经理，你不要这样想啊！我也很高兴可以认识你这个朋友。真的吗？那下次我们3个人一起去吃饭。好啊。不是你啊？是我和乐乐还有新人。好啦，经理，那我们就下次再约。你先去忙吧。经理，我先走了。我们晚上去看电影好不好？不要啦！2个人看电影随便看就要600块，很贵哎。我们去租 DVD 好了，然后自己买爆米花回家爆。哪有人第一次约会在家看 DVD 的啊？反正你都要去纽约了，看一下电影会怎样？
走啦。哎，你省一点是会怎么样啊？刚领到薪水就乱花钱。对，我就要去纽约了，你再不省一点哦，到时候……好啦，听你的嘛。乖。我会离开。如果你再一次放开我的手。哎，怎么样？好不好吃？好吃啊。你看，我就跟你说吧，出去外面看电影还要花车钱买那个票，而且戏院的爆米花有够贵，你知不知道？小小的一包就要大概沈信仁，你不要这么解好不好？我们第一次约会，不要什么都讲到钱嘛。我觉得现在气氛这么好，我们应该完全投入在电影里面，这样我们之后才可以一起。我不是故意的。秦子琪，你可不可以也不要那么解啊？真的是很爱碎碎念。真的很想把你留下。哎，第一次约会，你能不能不要像？法官也会宣判不成立，因为这是你情我愿的对价关系。我刚才说的一切都是真心的，但你还是要赔偿我的精神伤害。梁国成，我要向你求偿，赔偿的是在我身边一辈子。你真的决定不会去美国了？我当然还是要去啊。这研讨会只有1天的时间，反正3天后我就会回来。我早就原谅你了。我本来打算从美国回来就跟你找一个时间聊一聊，没想到你这么主动，那我也只好接受了。所以没有去美国工作的事情。那单程机票呢？啊，那是给小林的。他去美国工作，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回来，所以我请 Gary 帮他订一张单程票。你既然早就原谅我了，你干嘛给我离婚证书？因为我们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是我强迫你，但我不确定你的感觉，所以我希望你可以重新考虑，所以就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你。但这不代表我不想跟你在一起啊，我只要你心甘情愿留在我身边。你就不怕我真的签名啊？还好，因为签离婚证书的时候，你需要2个证人在场证明。就算你签了，只要我不承认，法官就会宣判无效。你才是真正预谋犯案的高手。怎么会喜欢上一个律师？那你就得乖乖留在我身边了。走吧，我想要回家看我们的可爱的绑架犯。你呢？你想去哪一站？其实呢，不管到哪里都可以，因为只要有你的那一站，就是幸福。腿哥，我被判无罪，
把你接出来，怎么会不开心？那你为什么一直都不说话？我就在想说，你的国语怎么变得这么好？其实我国语一直都很好啊，只是因为阿布讲的不标准。那我是他的女儿，我当然要跟着不标准啊，这样比较像一家人嘛。喏，接风的礼物。新日期，你干嘛？这样你以后上班分心就有理由啦。谢谢你这么替我着想哦。我也有，正不正？正。哎，你试着轻轻看那张照片，看看会不会有心电感应。唬谁呀？快点试试看嘛！奇怪，那你怎么不是？有没有？有什么？哎呦，你先试试看嘛！怎么了？有 feel？ 什么 feel？ 干什么？你们两个还真的给我动起来啦！气炸背炸这边玩亲亲，恶不恶心啊？程咬金什么时候不来？现在来。大哥，不好意思啦，有需要沾服务铃就可以了。来，谢谢大哥，祝您消费愉快。嗯。要死啦！你什么咖呀？在营业部我是老大，轮得到你说话吗？经理，我现在好不容易爬到这个高高在上的位置，好了，有话好好说嘛。杏仁姐，你看你们家子琪啦，她弄我。也不想一想，经理，我为了你去跟上面再三请示，请示再三，好不容易才凹到你的年假通过了。真的吗，经理？你不知道哦，在周年庆请年假，简直比爬楼梯上101还要难。经理，我是鞠躬哈腰，忍辱负重，好不容易才化腐朽为神奇的。对啊，谢谢经理。不用谢啦。叫你们家子琪把录音档删掉，以后初一15我会去帮你们上香的。那好了，不要说经理没有照顾你们，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上阳明山看夜景，好不好啊？哦。那一个人交1000块，好不好啊？经理，我现在好不容易爬到这个高高。那经理行出力，好不好啊？哦。亲自起，奶，经理，我可不可以请你帮一个小小的忙啊？你说，就是那个，可不可以请你们家杏仁姐帮我揪一下乐乐啊？哈？你要我
我帮你揪乐乐哦。对啊，帮经理好好揪一下啦。对啊，你就看他这么虚，要的份上你就帮他一下嘛。好啦，我可以帮你问问看，不过他如果不答应的话，我没有办法哦。No problem, you happy, me happy, everybody happy。那是不是顺便泡个温泉啊？经理，我可是在帮你做球哦。小坏坏，算你识相。那泡完温泉，我们再去哪里 happy 啊？经理，你到底想干嘛？你知道的。下流，呸！泡温泉当然要开冷水，再开热水，然后试水温呢。下流，呸！我妈没接电话，我打很多通了，她最近好像常常关机。你不要担心啦，你去美国之前，我们早一天去三峡看她就好了。哎，你什么时候的飞机啊？应该是下礼拜吧。魏敏娜已经帮我把该办的东西都办好了，现在就等美签下来，应该很快就可以出发了。哦。再怎么样，我也是个留学生，有些地方你真的不能错过。我告诉你，像百老汇，还有大都会博物馆，还有 MoMA 当代美术馆，这是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美术馆之一。Design， 还有 Blue Note 爵士乐。Amazing。像意大利区的披萨也不错啊，我之前每个礼拜都会去。第5大道，魏敏娜应该也是很熟啦。还有时代广场，你要记得去看哦。这些地方如果有时间，我一定会去看看。记得多拍点照片。你说真的，你真的不像在国外念过书。什么态度啊？再怎么样，我也是 NBA 的高材生，好不好？有证书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啦，我是说，你家不是开杂货店的吗？你又没什么钱，怎么有办法到纽约念书啊？出国念书很贵欸。其实你以后只能用你自己领的底薪，还有你必须要签订这5个合约。1，你在公司绝对不能够泄露自己的身份。2，年底的考绩你必须要在优等以上。3，你不可以花家里的钱，不可以刷卡。4，你不能住在家里头。第5，不能泄露这个合约。其实什么？其实我们家是拿杂货店去跟银行贷款借钱，我才有办法出国念书的啦。那你爸妈不就很辛苦吗？我也很辛苦啊，我到现在还在缴贷款。啊，那这样你在纽约怎么生活啊？纽约物价那么贵，我什么都不会，该不会每天都吃泡面吧？对啊。好像很可怜的样子。什么好像？是真的很可怜，好不好？
秦子琪，你又在装什么可怜骗我们家杏仁啊？谁在骗沈杏仁啊？我告诉你，你跟沈倩是不是姐妹？是啊。我现在是你姐妹的男朋友，再怎么样算起来，我们也是姐弟喽。姐弟？谁跟你是姐弟呀？大叔。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今天晚上我跟沈倩有约要去看夜景，你想不想一起去啊？你们两个约会，我当什么电灯泡啊？你不会当电灯泡啦，因为还有另外一个有心人会照亮你哦。谁呀？史经理久等了。啊不，一点都不久，一点都不久。经理刚刚把车开去大美容啊，现在很新、很亮、很干净。史经理，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愿意主动载我们去看夜景啊？你看我们子琪哥，衣冠禽兽的，但聪明机灵。再看我们杏仁姐，资质驽钝但劳苦功高。我这个做经理的没有好好犒赏一下这二活宝，我还算是个人吗我？那史经理，为什么我越看你越像一只活生生的蟑螂啊？相当中肯啊！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我就是这种重视情感而打不死的蟑螂。哎呦！沈倩，请坐。哎，对不起，后面客满了。乐， I saved the best seat for you. Come here, please. 不是嘛，后面这个小天地就留给他们甜蜜的小两口啊。前面这个情人雅座是我为我俩而准备的。小心口哦。Yeah! Yeah! Yeah!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龙龙我的秘密花园。待会我们可以一边泡汤，一边看星星、看夜景、看架杠的男子汉。神经病！现在交给他了，先进去。什么男子汉啊？臭小子！你知道今年为什么特别想要来这间吗？为什么？一般的温泉分男汤、女汤，这里是男女混浴。待会儿我就要向乐乐介绍我的大鸡肉。你果然是人魔啊！好说好说，今晚我只想当个半兽人。来。走啦！不要了，走啦！不好吧？车位都满了，你硬要停。哎，你这走啦！干点。好不容易有个大好的呛死，都要那回溜溜去。温泉没了乐乐，温泉也不乐了啦。加送哦，大碗让我你啃去。哪里大碗？我要不是为了配合你，我现在早跟沈宪在家里享受我们美味的意大利面了。
早知道跟你泡，还不如回家自己洗。好了，对啊，你们两人世界甜蜜蜜，我是经理的哈和戏。我说你呀，一天到晚跟那沈姓的黏在一起，是有什么出逃啦？多跟经理我这种硬邦邦的男猪喊混奏会才面。哪里硬啊？来。超好笑的，假的。然后 Michael 就直接把那个搭讪的人给赶跑嘞。现在愿意这样子的人真的不多了。还有一次在捷运站啊，有一个醉汉在发酒疯，Michael 一把就把他拎到车厢外，哎，好帅气哦！现在有正义感，又有 guts， 又有才气的人，到哪里找啊？你真的很崇拜他哎。我说啊，那个 Michael 是运气好，他没有遇到什么恰零恰后，带喷子啊。史经理，你很低级耶，干嘛偷听我们讲话啊？没有啦，我哪有偷听？我是不小心听到的啦。不信你问秦子琪，关我屁事啊！秦子琪，你们偷听多久啦？偷听人史特，不是我。我没有偷听的啦，是这边哦，这个都做的比较通风啦，这是我不小心听到的啦。闭嘴啦！沈经理他们俩真的很吵哎，下次我们自己来好不好？好不好嘛？好啦。不过1人洗1间哦。干嘛啦？奇怪耶，笑什么啦？泡完温泉好舒服哦，今天晚上一定很好睡。对啊，一定很好睡，你快去睡吧你。秦子琪，你是怎样啊？一直赶我去睡觉，你想干嘛？我哪有想干嘛？是吗？我怎么闻到一股企图要犯罪的味道？嗅觉这么好，怎么不考虑当警犬啊？你嘴巴很贱呢！看在杏仁的面子上，我就饶过你。不过有史特龙那个细菌人的话，可不可以不要再约我啦？我要去睡觉了，晚安。晚安，晚安。你是不是差不多也要回去睡觉啊？记得帮我锁门啊。晚安。等一下，你这么早就睡了？不早了，明天还要上班哎。梦梦需要定期做维修检查，如果漏水的话是很麻烦的。我现在去帮你检查。漏水的话我再告诉你就好了。哦。那是不是可以 kiss bye 啊？晚安。那要不然猜拳嘛？猜拳干嘛？我赢 kiss bye， 你赢揪一个。我赢 kiss bye， 你赢揪一个，不是都一样吗？不一样啊 ，kiss bye 是 kiss bye， 揪一个是揪一个。kiss bye 是亲，揪一个也是亲啊。不一样 ，kiss bye 有说 bye， 揪一个有揪的声音。这样你懂了吧？好甜蜜哦！我今天晚上可以睡这里吗？一通电话都不打，
个简讯都没。啊，都不要打，都不要打！米娜姐，如果你真的这么在乎他，要不要干脆先打给他？为什么？要打还是他先打？我才不要！我越想越有气。你没有看到他那个时候还是个新人的时候，他去参加亚洲设计时装展，那时候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孤零零的有多可怜。好啦，他现在生气啦，见利忘义的家伙。不会啦，我觉得他不会是这样的人啦。你干嘛？你很了解他哦。我当然没有像你这么了解他，只是之前跟他一起工作的相处经验，我觉得他不会是这种人。你等我一下。这是他卖出去的第一件洋装。我那时候很穷，没什么钱，可是他只用500块就卖给我了，还好有他哎，要不然哦，我真的要穿制服去参加毕业舞会了。他为什么对你那么好？不是啦，因为其实我是他的第一个客人，他之前哦一件衣服都没有卖出去哎。差一点就要放弃服装设计了。这是这件洋装的手稿，已经很多年喽。他竟然还把这个留着。有一次，他就送给我，说是要鼓励我。这些事情他都还记得，怎么可能会忘记你对他的好啊？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根本不可能把手稿留着啊，也不用跟我说那些他的衣服都卖不出去的事情。说了那么多。你的意思是说，陈峰没有变，是我变了？哈？我们会走到现在这一步，都是我的错。不是啦，我不是那个意思啦。感情是你们两个人在谈。很多事只有你们两个人最清楚。我只是觉得你们明明就那么喜欢对方，可是却搞成像现在这样，不是很可惜吗？可是他不觉得可惜啊，你知道吗？我们会分手。是他先开口的哎。米娜姐，你还爱他吗？
太过分了吧？他一通电话也不打，没道理啊！现在应该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他分心嘞。沈杏仁现在是我女朋友他不喜欢我了。这个老于也真是太奇怪了，他也不想一想自己能够有今天，全部是拜时尚女神所赐哎。省一声，音讯全无。哎，他该不会是真的入定了吧？话也不是这样说啦。虽然说我们家给他不少后援，可是他真的很努力耶，他也真的很有设计天分，不然怎么有办法在欧洲时尚圈闯下名号？我告诉你，他不打给你，我帮你打。哎，不要啦！为什么？你该不会是心疼他吧？当他得到升天的时候，谁来心疼你啊？谁心疼他？对嘛，你条件这么好，干嘛扒着一个大叔不放？也不会有人帮你按赞啊。哎，你该不会是担心自己没人要吧？怎么可能？我谁？魏敏娜，你这么正，哪个男生看到你不动心啊？对不对？对，吃饭啊！哦，米娜姐吃饭。米娜姐多吃一点哦。快点啊！你不会自己吃哦？小朋友。米娜姐，你怎么不吃啊？是不是不习惯吃这样子的早餐？没有啦，因为我本来怀疑你跟陈峰两个，可是我现在看你们这样，是我自己想太多了。我跟你讲，你真的不用再怀念大师了。印度知名哲学家 Krishnamurti 曾经说过，恐惧才是人类生活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如果你陷入恐惧的心，你会先充满困惑，然后矛盾，因此变得凶残、扭曲、充满攻击性。但是你又没有勇气从旧有的思维里面挣脱，所以你就会变得极其虚伪。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赶快找到下一段真爱，然后梦给他，有没有好一点？梦给他，好像好一点。 Come on， 秦子琪，说什么东西啊你？港片看太多，这边火上加油啊！我加油也没用，我已经加到新晚值102嘞。女神舍不得点火啊，谁舍不得啊？对嘛，赶快找个男生约会，告诉他你还是很有行情的。不要在那边出些烂主意啦，吃你的饭啊！哦。米娜姐，不好意思哦，你不用理他啦，他的意见你不用听，他在感情上很幼稚。可是我觉得他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哎。听到没有？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傻傻等他回头？这样显得好像我很没有行情一样。我才不是那么消极的人。从今天开始，我要积极展开我的新生活。Absolutely right。我敬你。爷爷部你好，曼蒂，静怡在工作哎，她是不是生病了？面带笑容，脸貌清净，肯定是生病了啦。
大清早，他自己就写计划算报表，过去都丢给沈杏仁，这些是他从来都不做的啊。重点是已经过3个小时嘞，他都还没有开骂。对啊，这次没看见他跳起来 k 笑，好可怕哦！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妈，而且没有听他碎碎念，我觉得我皮肤都揪揪哎。啾啾哦。啾啾是不会去把 email 里面的客诉清一清啊，没时间宣传我就去弄一弄啊。要碎嘴也不会挑地方，在我的地盘撒野，你动这你被塑胶就丢啊！我跟你讲，我史特龙从今天开始要努力工作，力争上游。我要用真实的行动和勇气证明我史特龙不凡的气魄。我要让我的爱人知道，我史特龙不仅外形帅到掉渣，更是个有智慧、有志气、有理想、也漂亮的男子汉。哦，你们两个什么烂咖，还哦哎呀呀哦爱的宝宝，哦哎呀呀哦爱的宝宝。史经理。嗨，乐乐，你来啦！我正在为我们美好的未来而打拼奋斗呢。那个怎么样？昨天晚上的温泉之旅舒服吗？温泉是还蛮舒服的啦，但是就是有一点美中不足哎。美中不足。我可以请问一下，是哪一点不足吗？就多了一个讨厌鬼。啊，对呢。啊，我们两个真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哎，那个讨厌鬼，那脏东西，烂屁股！哎，干脆这样，以后我们两个自己约一约，我们不要再揪晴子棋了啦。我说的讨厌鬼是你，快点盖一盖啦！哦。好了，喏，你什么内容啊？这个是财务部希望你们营业部明年预算调降10%，但是业绩一样要达成的签呈。喂，调10%，当然还我。你叫也没有用啦，你都已经盖章了，表示你同意了。好好努力啊，拜拜。经理，你怎么可以带乐乐去洗温泉呢？你这种行为跟禽兽有什么差别？对不起嘛，人家忘记揪你了嘛。干什么？经理，我揪谁去洗温泉？我需要向你报备吗？还是要拿个公文给你盖章啊？我只是关心一下，那你们昨天该不会是一起洗？啊，对呀，不一起洗的话，我不是连禽兽都不如了吗？我，经理，你明知道我在追乐乐啊！我知道啊。还像你这种没钱没房开烂车，每天只会上网打怪修电脑的烂咖，你配得上他吗？再说 ，AD 货卡 A7 3.0 Turbo， 你能给他幸福吗？我小老弟啊，经理劝劝你啦。子曰：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哎，像你这样的宅男啊，没看到你心就凉一半了啦。我看你干脆不要叫绿茶，改叫凉茶好了。啊，拍谁？王老吉。记得哦，待会下去的时候帮经理带2杯 latte，double foam please。冰拿铁，就让你喝我的冰拿铁。
啊！买个咖啡就让你喝个够。石头，这是你逼我的。可以和你们一起做吗？好啊，好啊。静人，虽然以前招商部和营业部不合，但是现在胡副总已经离职了。我希望以后我们两个部门能够携手合作，一起为公司努力。好啊，如果招商部跟营业部可以合作的话，今年圣诞假期的业绩一定会很好。合作就从这顿饭开始，没什么想法。我觉得每次到周年庆的时候，人不是很多吗？每个柜位都好挤哦。如果说我们可以主动引导人潮动线的话，业绩一定可以再更好。没错，我们可以设计定时定点的商品折扣，还有不定时不定点的惊喜折扣。哦，对，之前赠品处不是都办在1楼吗？如果改到顶楼的话，好像会比较好哎。外面再设置特价花车，客人排队换赠品，就可以利用等待的时间看花车的商品。这个想法不错，今年我们就建议这么做。对了，怎么没有看到子琪和你们一起吃饭？我也不知道哎，没看到他，不知道他在忙什么。经理，秦子琪现在是杏仁的男朋友，他们很好，很幸福。我只是出于朋友的关心问一下而已。乐乐，我跟子琪还有杏仁已经说开了，我们现在是朋友，所以我也希望能和你当朋友。经理，我只是那么小1咪咪大的职员，我可高攀不起啊！谢谢你们，慢慢吃，我先走。经理，不好意思哦，你不要太在意啦。乐乐他个性就是这样，说话比较直。不过他心地很善良，没有恶意的。我知道，像乐乐这样很好啊，总比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人还要好几百倍。对啊，所以我才会跟他那么好。不过，有些时候有些事，我建议你放在心底就好，跟乐乐多聊，对你不一定有帮助。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乐乐很单纯，但是他心直口快，容易把小事情放大，加入自己的情绪。你们又是好朋友，不熟的同事很有可能会把乐乐说的话当成是你说的。你现在是组长了，说不定以后会升副理或是主任。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口风还是紧一点比较好。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不要去跟乐乐聊公事哦？说八卦是基层员工的乐趣，但是管理阶层还是要有管理阶层的思绪。我只是建议而已，分际怎么拿捏你自己决定。
你不要担心，以后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我一起讨论。喂，秦日起，干嘛啦？怎样？你在哪里啊？哦，在那边干嘛？